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6.76，收盘价是252.5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8.22，最低价是在251.3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337.01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5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。MACD 也是快线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开口变小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到相对高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在盘中出现了下行走势，最终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那这样的价跌量缩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攻或者叫补量的反弹，那么股价将极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走势。也就是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，股价将开始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5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平盘或补量上涨，那分别收盘价在254和260。实际在12月22日收盘价是在252.54，出现了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收盘价点位相差较多，走势也完全不同。但是呢，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都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个 K 线在股价是一度是高开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上方还是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出现了下行。然后当日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日后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股价是很容易下行的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12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7，是这根红 K 的最低，也就是这两个 K 线组合母子怀抱的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低。那股价如果跌破它，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，那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那在到达247之前我们说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。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228。那在到达228之前呢，这个20日均线值和这个小的缺口呢，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两个支撑。
那228如果一旦被跌破呢，也就瓦解了自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它的最终的目标就是194，在到达它之前206依然是一个支撑位，所以我们依次来说一下股价下行的几个目标，分别是247、228、206和194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上行呢，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，也是这个母线的最高260，同时它也是相对于目前股价位置的前高。那站上它呢，会继续出现头高，也就是会继续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所以股价上攻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260。但是我们在到达它之前啊，一个强压力就是这条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都数次都描述过，它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高点确立的最后一条的下行趋势线。那之前我们也会看到1、2、3，包括这次是第4次触碰到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要看这次股价是不是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。如果不能突破，那我们认为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在接下来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。那一旦下行跌破了247或者说是20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，也就是说股价会再次遇到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压力。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说股价只要能够在这个位置被支撑住，那么我们来看看是否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那到达260之前257，对于12月26日来说，257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如果260被站上，出现头高，继续多头趋势，第2个目标是268，第3个是279。当然，这一波上行目前上行到这个位置，我们说最终的目标还是300关口的，对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3附近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那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容易收高，但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。我们会看到当日股价的收盘是在这条观察线的下方一点。好，那到了12月26日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51，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我们把它调整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盘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我们说股价如果在盘中能够在前一日 K 线上方运行，是极有可能收高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。但是如果在盘中在251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，会测试下方的247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51的理由。好，那这现在呢是我们是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，因为26号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。我们先去除一下这些辅助线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那在12月1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或者说是一个十字线。那出现十字线通常它是一个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再来回顾，在12月11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有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然后成交量增，收盘价过前高，我们指的是11月27日，
这根周 K 线的最高。那出现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收盘过前高，成交量增，我们说这是一根上攻的一个一个信息。那股价日后会出现上攻，会出现上涨。那但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出现了一根十字线，那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收盘价不过前高，然后成交量缩。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，那形成一个一星二阳的 K 线架构，或者说有可能，这是一个星线，然后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对，所以呢，这样一根十字线啊，其实给后续股价走势给出了一个不确定性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对于 K 线信息的一个解读。好，那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就是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给出了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。好，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，我们来看在上周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当中，上方我们给的是收盘的目标是260，股价是在到达这个位置而出现了折返向下。那下方的收盘的目标呢是238。在周中我们给的观察线是245，也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，股价会收高或至少会出现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信息的一个回顾。我们再来看对于12月25日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要给出目标，就是如果股价出现上攻，我们认为上方股价会收到272。好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突破这条下行趋势线。然后下方呢，我们给出如果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在242附近。好的，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2，是这个十字线小的实体的下沿。那在周中，如果股价能够在252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252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说。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周 K 线图，我们观察位是在252，252呢，实际上也是这个小的红 K 的收盘价的这个位置下方一点，或者实际上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。我们要关注的是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会容易收高；在它的下方运行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好，我们指的是对周 K 线图来说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45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这个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3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，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说，对于这个多头的仓位呢，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253。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也跌破了253。那么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那之前啊，我们描述这个仓位说，在这个地方也是停利出场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描述针对于不想停利出场，说我想守止损，
然后呢想继续等待股价超过前高继续加仓做多的。对，那么在之前如果没有停利出场，一直到12月22日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呢，我们给的是253，也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那么我们在12月22日给出的止损位是245，守20日均线值。那当然它没有到达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这个多头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好，那到了12月22日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说是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啊，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进场的。因为这样一个红 K， 然后量缩，然后各项指标呢都给出了不确定性，在技术上，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更不可以建仓。对，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我们到了12月26日，我们继续给出停利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继续守253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想出场的话，那到了12月26日收盘价，如果跌破了253，可以停利出场。然后对于12月26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是245。实际上啊，现在即使股价跌破了245，对于我们这个多头仓位也是获利的。对，但是我们仍然把它称作叫止损啊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，对于12月26日的停利的位置是253，止损的位置245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日后将会继续跟进这个多头仓位。那么我们跟进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直到我们能够加到满仓。我们说加到50%啊，现在我们已经有45%了。在我们这个视讯当中的定义是，我们的目标是加到全仓，全仓是50%。那如果股价这样一直继续做多，一直向上走，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加到满仓，也就是100%的仓位全部进入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我们这个仓位，我们一直会跟进到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刚才是做多的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我们会看到它依然会守这条趋势线。那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呢是上方的260，我们认为，然后空头的目标是247到245，这是20日均线值，这是前低。然后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这是如果在目前这个位置股价出现回档，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22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257到260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69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79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52到253之间。当然股价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5日均线值还是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250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三个支撑是247，第四个支撑是20日均线值在245。好，我们先说到这个地方。当然下方的支撑还有这个缺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
12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出现回档，如果出现回档呢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我们也不排除有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52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4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8附近。如果出现继续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或者叫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57，也就是继续触碰这条下行的趋势线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4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